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忍者蛙。这款游戏是1991年出品的，和双蛇城是一家公司。大家想一下双蛇城的难度，这家公司的作品都是这样。这里迅速的处理完这两个小怪，可以冲进跳关点。这是第一关的跳关点，它可以直接跳到第3关。游戏当中这样的跳关点有很多。如果你不跳关的话，这个游戏至少要打50分钟到1个小时，还需要保证你足够的注意力和技术，你才能够通关。所以说这里呢，该跳过的地方就给大家跳过了。这些小怪是来捡你的血的，它的形象是经典的射击类游戏《太空侵略者》的形象。这个是很老的游戏了，当年在雅达利上玩过。这脚踢空了。这个大脚的形象呢，和它的续作双截龙与忍者蛙是一样的。刚刚飞过的蚊子可以加血，在这起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种岛的宽度不是很宽，容易掉下去的。如果这老鼠被你定到屏幕边缘了，就不要再踢了。第3关这里呢，很多小伙伴看到就想起来了，当年止步于此。这个关卡应该说拦截了绝大部分的玩家，太难了，因为它比较长，而且第4段尤其难。但是呢，这个地方有2个跳关点，从这个车上来的时候向后跳到深渊里，会挂1条命，然后第2条命上来再冲进深渊，这样就能跳关了。代价呢，就是咱们现在这3条命都没有了。刚刚那个跳关点可以跳到第4关，也就是说第3关后面这些地方不用打了。那后面还有一个跳关点，可以直接跳到第5关。跳到第4关和第5关的区别呢是，第4关的跳关点可以直接跳到第6关，不用打第5关，而第5关的流程又比较长，所以说从第1个跳关点的跳关比较适合于速通。刚刚青色的岩石呢，它是比较高的，你不要跳了。到目前为止，这个开车的关卡还可以当然了，开车我还是比较擅长的。到后面很难的地方，跳关点就在那儿，你注意要数着第几块岩石的前面，准时的冲进去。如果对的不准呢，就撞到石头上了。好，快了，注意一点啊，集中注意力。前面有一个连续跳。这个很长，青色的滑行石板你也要跳下来接这几个小怪出现就代表快到跳关点了。这里是连续跳，这个竞速关卡比2代难多了。好，快了，注意这里可以上下躲，但比较极限。好的，冲进了这个跳关点。这如果跳得晚一点就撞到了。这样咱们第4关没打，直接打第5关。第5关开场跳一下可以把滑板带起来，但是这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青蛙在这里呢就失去了游泳的能力。如果咱们不捡这个滑板的话，直接跳到水里是淹死1条命的，这也是个神设定。刚刚这个地方冲得狠一点可以吃到那个奖励，但是呢我是着急来过这几个漩涡。漩涡的话最好是在屏幕反边来过，需要一点背板，不然的话后面的漩涡移动速度太快了，很难冲过来。又是这几个货，把他们抢走的血拿回来，直接到 UI 的界面里拿你的血，这个工具方式非常罕见。忍者蛙系列的游戏就是以脑洞大著称。捡一个棍子。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剧情方面就是暗海女王抓走了安吉丽卡公主和一个忍者蛙，剩下的2位忍者蛙呢要去救她。这个货拿着棍子打比较好打。他在续作里也出场了，大家应该记得吧？也是在竞速那个关卡，直接把你吓得从车上掉下来。
然后堵在角落给他一顿踢。好，干掉他了。干掉他之后，这关并没有过关，后面还有。后面的这段就比前面这段简单多了。这水里的水雷注意一点，不要碰到就可以了。它又不会移动，不像漩涡那么狠。好，加速了，这是算是个难点吧，比之前的速度快一点。注意，滑板一定要踩准。好，奖命不吃也就算了，因为咱们这个命啊，还有一条到上限了。溜边溜边。快过关了，好，冲刺，冲线了。那咱们接下来打第6关啊，第6关非常短，如果你跳关的话，这里往右走一走，否则舌头如果出来，你再往上跳就来不及了。当然了，大神的玩法呢是不往右走。第一个蛇，这里注意往右跳一下，调整一下位置，否则极容易用舌头把你带下来，耽误时间。好，这条蛇呢，这是换蛇了，来了一条蓝色的贪吃蛇，已经看见出去的洞口了，注意对准了，好，进去了。这条蛇啊，到上面了，你就注意可以往下冲了，冲到底。这样咱们从第6关直接跳到了第8关。第7关非常的难，大家如果记得第3关的话，第7关的难度比第3关那个竞速关卡的难度还要高。这家公司制作的游戏有个特点，就是第1关、第2关往往难度很平缓，第3关的难度一下子升得很高，就它的难度曲线我感觉不是很合理。这里的第一个机会我没有跳上去啊，所以就等了2波。是玩的小心一点吧。这个游戏的血量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后面秒杀的东西太多了。那个奖命咱们也不能要了。像这种电一下大概是2滴血到3滴血吧，反正一条命也扛不了2下。哦，这个怪你可以把它们套在头上，然后往右扔，对，这样会掉2滴血，但是没关系，不要咱们跳坑的时候它一下过来套到你头上。游戏的长度是12关，咱们已经打到第8关了。在关卡的进度上呢，进度过半，但是在整体的时间上还差得远。这种蚊子吃2个加血，毒气是秒杀的。刚刚这种风扇如果卷进去也是秒杀的，掉坑也是秒杀。很多 BOSS 对你的攻击理论上不是秒杀，但是呢，打到你之后你就还不了手，实际上也是秒杀。等一波毒气，这个游戏想通关一定要背板，我不相信有人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就能通关的。好，来到这儿继续往上跳，毒气等一波。这里就是容错率特别低，这个游戏很多坑呢你只有一次机会，跳不上来呢就会中这些机关。像这个毒气啊，你不要以为站在和它平行就没事了，不行，毒到脚也是一条命。这个电在它完全出来之前是没有攻击力的，就是在中间有一小段短电的时候没有攻击力，你可以放心的往上跳。这个怪有一点像2代火箭那关那个 BOSS， 它是有体重的，踩你就是一条命。如果被他用枪打中，1发子弹是1滴血。虽然呢3枪打不死你，但是呢打完之后你躺在地上，他又来3枪又能打，所以说也是秒杀的。尽量不要被他打中，你感觉接不上他了就蹲下。好，打完。反正战术上就是怂一点。
第9关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bug， 但是这个 bug 我利用的不完全，跟大家说一下。就开场按住跳，不松手能从左边下来，然后呢，我一般是选择从这边上，但事实上可以从咱们脚下那个管道的间隙游上来，这样可以一直跳到机关那里。到地方我跟大家说一声。在这里还往前走，这个地方都是可以跳过的，但是需要抓的机会太准了，而且容错率太低。好，如果那个 bug 利用的好，可以直接到这儿。但是和冒的风险相比我还是选择利用一半这个 bug， 没有利用完全。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这个 bug， 我再说一下方法，就是进入关卡之前，按住单发的跳，不松手，然后按左就可以了。你如果游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记得告诉我。它其实可以游到这一关更深的位置，但是这关都是有这种机关的嘛，所以说你游到了也过不去。这里要往右躲，但是有的这个机关呢，它不是往右躲，它是往上躲，这个躲法还不一样，所以说一定要背板。好，这次往右躲，机关有很多个。这关应该说是很难了，这种电鳗躲着一点。忍者蛙游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操作，就是开拳。平 A 的话呢，你可以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不动。这些尖刺都是秒杀的，这个没得说了，和洛克人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这个尖刺呢，它的实际的攻击判定，哎，我这拳挥空了。它实际的攻击判定呢，比它的贴图要小，这样给咱们很大的容错率。其实这个鱼啊要使劲砸，咬一口是2滴血，而且呢会把你推出很远，很多时候会把你推到尖刺上，所以能打的时候要轻一下，边上没有尖刺的时候就躲。这个游戏我小的时候卡在一关了，一会儿打到那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看有没有和我卡到一关的，有的时候没能通关。来了一只脆脆鲨，鲨鱼也是咬你很疼，最主要的呢，它是能把你推向尖刺。好，到水下的机关这里了，这里很难，一定要背板。这里小尖刺也是夺命的，而且呢，最后你躲在这个空隙下面也是有尖刺的。你游的还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那有一种方法就是在水里的时候开拳，或者呢，你第一下躲的稍低一点，这样当机关球过来的时候，你游的高一点也没事。就是2种方式吧，看你怎么处理啊。这里我就好，这下放的低一点，然后你再启动一下，也撞不到这个机关。那有条奖命啊，这就不要了啊，不要了。拿着竹蜻蜓走，这里也需要背板，否则很多时候你贴边之后呢，再躲来不及了。这个鸭子别看人畜无害的，它其实非常狠啊。见到了最好打，打不过就躲。又锤爆一只。这个地方很难，好游2下，这个鱼最好打1次。好，在这儿吧，这有个空隙可以把它清掉，清它非常重要。走，这儿会有一只鲨鱼，好打它一下，快跑！一会儿它还会来咬你，千万不要被它咬到，咬掉就是一条命。咬掉了掉2滴血，然后你会撞向尖刺的。这个鸭子啊，它要冲撞我啊！它先叼你一下是一个确认，确认到之后它会给你一个致命攻击，所以被确认的时候并不掉血，还有一点像小兵打你的平 A。好的，过关啊，这里过来了。后面是第10关，第10关也是能跳关的。第10关其实是有2个跳关点的，严格来说，
但是呢，如果第一个跳稳点你没有抓住的话，你可以去拿第二个，有2次机会。我习惯是第二个，因为第一个我经常是抓不住。好，来了一个老鼠跟你赛跑，这个赛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版面最下面有一个定时炸弹，谁捡到那个炸弹就可以把对面炸掉。我这次下的不太好，所以我感觉这个跳稳点我抓不住。那第2次那个跳稳点呢，下落的过程比较长。对，就这个地方，如果你跑过去能大脚踢到它的话，就过关了。就感觉是一关踢到了这关的麻筋上。那实际上呢，它应该是默认你踢到的是 BOSS， 所以说后面也就不用打。好，这是第2个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下面的流程又很长，长度呢不利于这个老鼠。那你踢爆炸弹之后怎么判断这个老鼠的位置呢？听声音啊，因为它撞到板边它是有声音的，你通过这个声音判断它大概到什么位置，下来的时候再抓它。抓的时候先撞一下，再用大脚踢啊，这样就比较把握。撞了一下算是一个确认。大概它就在炸弹附近的位置。好，撞一下，大脚起脚。起脚为什么跳起来出的呢？因为它头撞到地面的时候是有一个全屏的震动效果，你就跳起来了。第11关啊，我小的时候止步这关，说什么也没过去，打死也没过去。这关卡了我10几年，接近20年。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地面是有箭头的，你按住和这个地面箭头一样的箭头呢，你会得到一个加速效果。如果按的不对或者不按，那你的这个车速度非常慢，马上就会被后面的球抓到。而且在直线的时候，这个球比你的开的车速要快，所以一定会被赶上的。那它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降速，咱们转弯也是有降速的，这个因为人的操作无法完全做到100%，所以有的转弯你能观察到我就是没有抓好机会，有一点降速。但是呢，它每次转弯的时候有一个音效啊，这个音效的时候你再切换方向。转弯的时候，比如说上和右啊，上转成右，你不要觉得我上和右同时按就完事儿了，上和右同时按是没有加速效果的。所以这个操作的判定非常严格。竞速的环节一共大概是1分钟出头吧，慢一点要80秒左右，这个很难。到这儿就算结束了。结束之后，咱们要打这个球啊，球打咱们一下是3滴血，所以这里讲究一下方法吧。撞一下，开拳打，然后把它抓出来，再撞，再撞，再用拳头打。这样呢可以控它很长时间，如果控得好可以控死，控不好呢也能打它1半的血吧，至少。球呢就是电你或者砸你，2种攻击方式。啊，起来了要砸，又起来了躲。它变白的时候一般电比较狠，往前冲了就带电了。好，打完。这样咱们还有最终关。最终关有一种逃学的方式啊，逃课的方式打，就是上面的那根棍儿，你其实可以拽下来。拽下来之后，对你跳跃没有帮助，但是打这些怪的时候呢，会简单一点。最后这关主题就是往上跳，但很多地方真的是太难了。像这种球轮你还没什么，轮一下2滴血，它脚下的这个东西会消失。如果你前面的怪清的慢了，这波千万不要上，上去了节奏正好是第4个板块消失，肯定会把你甩下来。所以背板，而且对自己打每个怪的节奏心里也要有数，节奏不对你跳上去了肯定会挂。要点呢就是你感觉节奏不对了就等一波，等一波准没错。看这个球的轮的这个速度还有它的曲线非常难读，就是不背板基本上上来就是挨打，而且非常容易被这些球轮到地上爬不起来。
好，这个绿色的怪，这个怪呢，如果用棍子可以打的比较简单，如果没有棍子呢，就撞它就可以了。第一个比较简单，大概撞3下就成了，可以追尾撞，也可以正面撞。好，撞飞。这个红怪啊，一秒杀啊，一口就把你吞掉，可以跳起来躲，可以跳起来躲。然后再锤它，这样简单一点。用棍子呢，可以把它封住。这个东西呢，踩就往下掉，所以你要调整你的节奏。张大嘴了就要跳起来躲呀。好，干掉。接着往上跳。这个风。它吐出的这个气泡是秒杀的，打着一下，一根血就没了，一条命啊，所以非常的难，咱们要小心一点往上跳，不要太莽了。又一只绿的，这个绿的就扛打很多了，咱们就追尾撞了，因为手里没有棍子。那个棍子呢，后面会捡起来给大家演示的，这里主要演示拳脚。其实跳起来打它也能打。而且会打得比较快，但是跳起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抓不准机会打它，非常容易挨打，挨打一次2滴血。所以说稳妥起见，还是追尾撞它。又一个球，好等。这个塔的旋转方式有的时候是和你按方向有关的，你左右走就可以沿着这个塔进行旋转，它理论上是一个3D 的地图。这波机会没有抓好，跳这波吧，看准啊，看准再往上跳。等一波，等一波，人家绝顶高手都是一口气跳上去的，但是我做不到啊！哎，被球轮了啊！幸亏落到这个弹簧上了啊。好，咱们上来了。这个棍子要抓住，否则会被吹飞，吹飞就是一条命。那从棍子上下来的方式是按下，不是按跳，也不是按攻击。等一波，这个机会特别难抓。好，可以用棍子轮它了。轮它比较简单，不用跳着躲了。等他从这边回来，这里你看塔不动啊，那个弹簧是动的。等怪走了之后，好，下来一个落脚点。这种金犀牛也可以用棍子封住。没踩上，再等一波。又来一只，好，这只咱们用棍子打。棍子打呢，就是他冲下来之前那下打他就可以。抽飞，这下又没踩中，看一下，看一下，棍儿在那儿，这里快过去了，出现吐气泡这个怪就是快。地下没够到，连续的这种怪啊，本身就已经很难了。我还得再等一波。好，上来了，看一下在这儿。那这个金色的怪吐的气泡是不会秒杀你的，但是会把你从平台上吹落，掉下来呢也是一条命。所以跳的时候要躲一点它，争取快一点跳。好的，过来了。这样面对本作的最终 BOSS 暗黑女王，这个暗黑女王其实一点也不狠，她的攻击方式呢就是旋风，然后呢近身的时候用脚踢你。这个旋风非常好躲，她近身的时候踢你的速度非常快，但踢你的时候前几下是确认，最后一脚才掉血。
等，打他大概需要20下左右吧，我没具体数过。踢了一脚，不错。空中呢也能打他，但是我不习惯空中打他，因为怕被旋风卷到。这波机会感觉差不多了，快20下了吧？好的，通关。通关之后是这样，这个女王她只是失败了没挂，她还会上来，不然也不会有续作。对，她这下旋风是能打到咱们的，掉2滴血。这样呢，暗黑女王逃跑了，咱们救出了一位忍者蛙，还有安吉丽卡公主。这款游戏的难度真的是超难。那现在呢，能给大家录制通关，我也感觉非常的不容易。那好吧，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忍者蛙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吧。没能给大家演示全程，是因为全程我是打不下来的。因为要集中50分钟的注意力，真是太难了。好，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